董军为啥没去香格里拉？网上又炸锅了，某些海外自媒体张嘴就是出事儿了，我真是服了这帮人，年年猜，次次错，跟算命似的。今天咱们就一句话说透，他不是不能去，是不屑去。你想想，一个鸿门宴，主菜就是围攻中国，你让国防部长去当被告，换你，你去吗？而且今年这情况更绝，中国直接派了个教授带队，连国防大学的副校长都没出，这背后的信号比你想的要狠得多。咱们今天不聊阴谋论，就聊实力，把这事儿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先看现象，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全世界安全圈的人都盯着呢。往年中国代表团怎么也得是个副部长或者中将带队，有时候国防部长亲自去，但今年出人意料，规格明显降低。带队的是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董军没去。某些海外中文自媒体立马高潮了，说董军被查了，出问题了，搞出一堆阴谋论。我听了直摇头，这帮人就是听风就是雨，靠编故事吃饭的。他们的独家十有八九是瞎蒙，去年就这么猜，今年还来，累不累？那我问你，董军为什么不去？答案简单到可笑，懒得跟那帮充满恶意的人废话。你想想，去年中国代表团去了，结果被围攻成什么样了？那架势好像全世界的罪恶都是中国带来的，中国是丝毫不能与人类共存的极恶之物，消灭中国成了与会所有国家的共同使命。那些人的态度简直把自己当成上帝了。你说这还怎么聊？你解释战略，他们不听；你说安全关切，他们装聋。中国前几届还尽量保持对话，跟他们解释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政策，结果这些人越来越蹬鼻子上脸，干脆不去了，你爱咋咋地。这不是怕，是不耐烦，是觉得你们像苍蝇一样嗡嗡叫，烦透了。再看美国那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倒是去了，而且今年态度很不一样，这里头有门道。去年赫格塞斯上蹿下跳，强调重建美国威慑力，表态美国是比中国更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今年呢，软了很多，他说中美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构建一种基于公平和互惠、具有战略稳定的建设关系，还说尽管双方都各自坚持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在利益一致时可以达成务实互利的协议。这个表态非常不寻常。什么是利益一致时？什么是务实互利的协议？外界猜可能是交易了日本，有人猜可能是交易了台湾，咱们不能乱猜。但从赫格塞斯的话里能听出来，美国人也知道硬扛没用了。当然赫格塞斯也不能太软，回去没法交代，所以他还是补了几句，说美国的优先目标仍然是确保中国不能在印太地区占据主要地位。还讲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建设以及在地区外不断扩张的军事行动，令人们产生了合理的警惕。他甚至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会议，我们需要更强的战斗力。还提到应该少一点香格里拉对话，多一些舰艇，多一些潜艇。这话我倒觉得他说对了。1年前他还满嘴盟友价值观，现在知道还是铁皮家伙，实在或许是美伊战争给了他足够的教训吧。他突然发现跟那些所谓的盟友空谈，还不如搞点钱造点武器来的实在。充实一下美国舰队，让更多飞机在亚太上空巡逻。为什么？因为老中太强大了，现在无论在海军还是空军，在整个印太地区，那都是无敌的存在。你再不开会造点真东西，连底裤都没了。那中国这次降级参会，到底想表达什么？不是小气，是彻底不屑。美国人搭建香格里拉论坛，目的就是掌控印太地区，孤立中国。中国去参加这个论坛，其实就是参加一场鸿门宴。以前中国之所以去，是因为觉得有对话总比没对话要好。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小国上蹿下跳，对中国充满恶意，让中国觉得越来越不耐烦。去年中国代表被围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那种针对中国的恶意，无关国家，无关意识形态，无关政府与民间，无关行业，甚至无关种族，那些人就是纯粹的抱有恶意而已。今年更绝，中国连去年那种国防大学的副校长都没有派，这不是放弃对话，而是彻底抛弃新加坡和他背后主子的那一套体系，以及他们构建的叙事。中方直接派专家学者参加，这是一招非常狠的蔑视战术。你想问中国啥呢？中国为啥扩军？中国在南海的目的是什么？中国要不要武统台湾？对不起，专家只会跟你谈学术，而不是谈具体的政策和后续的行动。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解决了，台海、南海都不是事儿，甚至日本都不是问题。中国不再派高级官员参加香格里拉论坛，不仅是蔑视美国和他那帮小弟，那些既当原告，法官又当陪审团。
让中国被迫当被告的人，更是给那些搞不清楚自己分量的抽象国家清晰地划出参与边界。中方此次安排的是参与但不背书、交流但不表态的策略。由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带专家学者代表团参会，仅保留专业层面的研讨通道，不在全体会议上发出任何官方政策信号。这对于香格里拉论坛来说，就是在给整个论坛降格。这种安排既保留了对话的渠道，又拒绝配合新加坡和美西方预设的对抗剧本，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里边有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我给你们好好讲讲。此次孟祥青向赫克塞斯提了一个问题，原话大概是这样的：赫克塞斯先生，你这基于规则4个字，我数了数。你的演讲里一共出现了11次，但你一次都没解释这个规则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如果是1945年写的，中国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上，如果是2026年写的，那您先解释解释，为什么美军基地绕着中国画了3个岛链？孟祥青教授太牛了。这话董军能问吗？不能，那是正式外交场合，国防部长问这种话等于当面翻桌子。国防大学副校长能问吗？也尴尬，级别不对等。但是人家孟祥青教授只是个教授啊，人家这叫学术探讨。这相当于什么呢？把赫格塞斯当成学生，给他普及地缘政治课，给他普及美国自二战以后建立的这套雅尔塔体系的常识。然后在赫格塞斯的答卷上用红笔一画，指出3点史实错误，2处逻辑悖论，1处双重标准，然后啪的判个不及格。但这件事对于赫格塞斯来说，不仅是自己的演讲不合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能从孟祥青教授的这句话里体会到中国的实力和中国正在表达的意思。咱们分析一下孟祥青这段话背后暗含的是什么。第一岛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呈狭长弧形，一旦遭遇反介入打击，前沿基地极其容易被孤立。什么西南诸岛基地，什么台湾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中国海军面前那都是被打击的目标。就在现在，中国海军舰队在西太平洋如同逛大街一样，那么多的军舰，吨位那么大，让美军丧失对中国近海的介入能力，几乎不是不可能的事儿，也不是想不想的事儿，而是什么时候想的事儿。赫克塞斯能听不懂孟祥青这句话里暗含的意思吗？他当然听得懂。再看第二岛链，由日本西南诸岛、金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延伸至西太平洋，内含中途岛、关岛等重要的军事枢纽。岛上美军基地不少，但关键是一旦遭受中国海军的打击，美国航母编队的后勤补给立马就会中断。尤其是关岛，真打起来肯定要被解放军的陆基、海基导弹洗地。美军有能力坚守吗？我们现在看看中东美军基地的下场，就会明白。第二岛链虽然战略深度、防护力、稳定性和投射覆盖面比第一岛链强得多，但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下，基本上都是不堪一击。此时，一群抽象的国家要在新加坡审判中国，这不是搞笑吗？当中国足够强壮、不容忽视的时候，你们开会研究如何对付中国，还想让中国的高层参加？中国现在采取的政策就是，我站在一边静静地看他们表演，静静地看他们义愤填膺。这有点像是乔峰面对着一些所谓的正道人士一脸的不屑，你们要不要打？要打就打，不打别耽误我喝酒。但我认为中国过分体面的外交政策以及极度保守的军事方针，让世界上绝大部分小国觉得中国很弱，是纸老虎，都想指手画脚几下。某些小国之所以现在还在跳，本质就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还缺少一场打服全世界的立威之战。没有立威之战就不会有威慑，但我认为立威之战肯定会有，不会是菲律宾，因为它太弱，不够打，最大可能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是所谓的发达国家，军力也足够强，跳得也足够欢，而且它还是美国的盟友，它跟美国还有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打它，美国要不要参战？所以中国打日本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其他的对象中国根本就看不上眼，派一艘航母舰队在港口外边转悠一下，他们立马就老实了。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比谁的嗓门大，如果比嗓门大，驴应该是万兽之王，也不是比谁狠辣论狠辣，猎狗才无出左右，更不是比谁下作论下作，老鼠才应该统治地球。世界终究要靠实力的，大象总是行动缓慢，看起来笨笨的，可是谁敢惹大象，谁倒霉。当中国已经懒得跟一群不知所谓的人对话，这才是危险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的讲话会不会被中国记录在案，回头收拾自己一顿香格里拉论坛的规格。有一半是靠中国给撑起来的，中国派去的人级别低了，其他国家派去的人自然也会跟着降级。
久而久之，香格里拉会议的规格就降低了，慢慢的也就变成鸡肋了，慢慢的就会从所谓的针对中国的道德法庭，变成了一群人狂欢的闹剧秀场。也就是说，中国在已经有了香山论坛的情况下，已经不再在乎香格里拉论坛了。中国已经懒得跟那些抽象的国家去沟通了，董军不去香格里拉太正常了。某些中文自媒体就不要在那里瞎猜了，哪来的那么多阴谋论呢？对于中国来说，在有能力自己制定规则的情况下，干嘛要搭理一群不知所谓？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的人呢？中国有自己的香山论坛，以后再聊亚洲的安全，你来北京聊就 OK 了。董军缺席香格里拉论坛，这与阴谋无关，只与实力有关。董军不去跟一些烂人沟通，这不是中国大国沙文主义，而是中国不想被一些苍蝇影响自己的心态。好了，兄弟们，觉得我说的在理的，点个订阅，咱们下期接着聊。